大家好，欢迎来到大 logo 频道。今天大 logo 不聊拍币，聊点您不知道信息。今天我们要看看全球10大银行怎么看待 RUA。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RUA， 大 logo 今天简单解释，就是加权资产代币化。接下来不仅是 DeFi 和 Web3 走向主流的关键，更有颠覆某些金融领域的潜力。Pi Network 的出现，一切皆可代币化，也并非空话。在区块链上，任何有形或者无形的价值皆可在链上表示，包括黄金、房地产、债务、债券、艺术品、碳信用，甚至所有权以及内容许可。因RUA代币化所具有的成本低、效率高，因分割所有权带来的可访问性广、高流动性、DeFi 采用等巨大优势，越来越多的金融巨头开始在该领域试水和布局。花旗最近发布的一份研报预测，到2030年将有4万亿至5万亿美元的代币化数字证券，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贸易金融交易额也将达到1万亿美元。该基金预测基于以下假设：一、预计187万亿美元非金融公司和准主权债券市场中有1.9万亿美元的代币化市场，占据1%。二、预计20万亿美元房地产基金市场中有1.5万亿美元的代币化市场，占据7.5%。三、预计7万亿美元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市场中有0.7万亿美元代币化市场，占据10%。四、预计42万亿美元证券融资和抵押活动市场中有1万亿美元代币化市场，2%。五、预计12万亿美元的贸易融资市场中将有1万亿美元代币化市场。下一个万亿美元级别的市场，世界金融巨头正在抢滩RUA代币化。香港金管局在本月宣布的数码港元先导计划中也提到，16家来自金融、支付和科技界的入选公司将于今年内进行首轮试验，深入研究数码港元在6个范畴的潜在用例，包括全面支付、可编程支付、离线支付、代币化存款、第3代互联网 Web3 交易结算和代币化资产结算。事实上，今年2月份，香港特区政府就成功发售了8亿港元的代币化绿色债券，这是全球首批由政府发行的代币化绿色债券。在本篇文章中，笔者将会总和梳理金融巨头在RUA代币化中的探索和布局，其中摩根大通、高盛、星展银行、瑞银集团、桑坦德银行、法国兴业银行、Hamilton Lane 等金融机构已从研究、探索阶段步入实测实战阶段。淡马锡、汇丰银行、贝莱德等机构尚处于探索和准备阶段。近几年来，中国几大行也在供应链金融、贸易融资、支付等领域采用区块链技术，发布了比如区块链贸易金融平台、资产证券化平台、互联网电商融资系统等的相关平台，更多的是用来数字化转型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整体来说，尽管资产代币化距离抵达大规模采用的路途尚远，但随着部分主导金融市场的巨头从研究、探索、试验逐步转向推进阶段，RUA代币化采用的势头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摩根大通代币化是传统金融的杀手级应用。作为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跨国投资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大通 JP Morgan 在RUA领域也在不断积极试水和布局。代币化是传统金融的杀手级应用。摩根大通数字资产平台 Onyx Digital Assets 负责人 Tyrone Lubin 的观点最能显示出该行对RUA代币化的坚定愿景和重视。今年4月份， Tyrone Lubin 在接受 CoinDesk 采访时表示，该公司仍在坚定不移地实施代币化传统金融资产的计划，基本上没有受到加密熊市和监管不确定性的影响。该银行使用其 Onyx Digital Assets 平台处理了近7000亿美元的短期贷款交易。使用基于 Onyx 回购服务的客户包括高盛、法国巴黎银行和星展银行。当前还有15家银行和经纪交易商正在寻求注册。随着平台的发展， Onyx 将专注于传统上难以融资的资产，如货币市场基金，并将其用作抵押品。预计将发行更广泛的基于区块链的资产，包括私募基金。Onyx Digital Assets 于2020年11月由摩根大通推出，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企业级平台，旨在代币化传统资产和释放流动性。Onyx Digital Assets 的代币化抵押品网络 TCN 利用区块链实现了货币市场基金 MMF 份额的代币化所有权权益的转让，允许资产管理公司和机构投资者质押或转让，
BMF 股票作为抵押品。摩根大通在 RUA 方面的探索不只是 Onyx， 还有2022年5月份，据彭博社报道，摩根大通正在探索使用区块链进行抵押品结算。第一笔此类交易发生在5月20日，彼时摩根大通的2个子公司将代币化的贝莱德货币市场基金股票作为抵押品，在其私有链上进行了转移结算。摩根大通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将代币化抵押品扩大到包括股票、固定收益及其他资产类型。2022年10月份，摩根大通通过 JPM Coin 实现代币化美元存款，计划很快启用基于区块链的欧元存款。JPM Coin 是一种锚定美元的稳定币，运行在 Quorum 区块链上，允许摩根大通客户转移在摩根大通存款的美元。2022年11月份，新加坡金管局 MOS 上线数字资产试点和去中心化金融 DeFi 服务，其 Project Guardian 下的第一个行业试点探索批发融资市场中潜在的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应用的公司已经完成了第一笔实时交易，并正在测试资产代币化和 DeFi 在金融领域更广泛用力中的应用。在第一个行业试点下，星展银行、摩根大通和 Spire Digital Asset Holdings 针对包括代币化资产的流动资金池进行了外汇和政府债券交易。高盛通过代币化平台 GSDApp 入局 Root， 比肩摩根大通的另一家顶级投行高盛 Goldman Sachs 也在 RUA 领域不断探索。2022年4月份，高盛数字资产全球负责人 Matthew M. Cederman 在加密和数字资产峰会上表示，随着投资银行深入加密货币领域，高盛正在研究 NFT， 尤其是实物资产的代币化。根据2022年6月份有的一份报告显示， GS Digital Assets 部门正在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作为基础技术，为客户提供债务、股票、基金和衍生品的数字发行，并将其后续的端到端生命周期数字化，包括公共和私有区块链上的分布式账本上的交易、结算、托管和资产服务，包括建立战略性 GSTAC 数字代币化和生命周期平台。2022年11月份，欧洲投资银行 ACT 宣布与高盛欧洲银行 Goldman Sachs Bank Europe 桑坦德银行 Santander 和法国兴业银行个人合作，推出了以欧元计价的数字原生债券 Project Venus。这支1亿欧元的2年期债券使用基于私有区块链技术的发行、记录和结算，代表了高盛代币化平台 GSDApp 的首次发行。今年1月份，高盛推出的数字资产平台 GSDApp 已正式上线。该平台基于 Digital Asset 的 Demo 智能合约语言和隐私区块链 Canton 开发。数字资产通过其隐私协议确保数据仅与有资格的利益相关者共享，同时支持全球连接资产所需的可扩展性。今年2月份，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利用高盛代币化平台 GSDApp 成功发行8亿港元的政府绿色债券计划 GGBP。花旗集团资产代币化正接近一个增长拐点。花旗集团 Citigroup 在今年3月份发布的货币代币和游戏报告中指出，通过区块链代币化资产的潜力虽然是变革性的，但尚未达到大规模采用的地步，目前正接近一个增长拐点，有望以数十亿用户和数万亿美元的价值来衡量。花旗集团认为，如果代币化理论成立，那么21世纪可能会看到受监管的、全球性的、基于代币的多资产网络的创建。早在2020年，花旗分析师就直言，随着新的流动性二级市场的创建，银行可以探索诸如以代币化房地产资产为抵押的贷款等机会。2022年6月份，花旗宣布已选择瑞士加密货币托管公司 Metaco 开发和试点数字资产托管功能，重点将放在代币化证券上。2023年4月份，City India 为其客户 Cummins India Limited 完成了其首个区块链信用证 LC 交易。Contour 是一个全球数字贸易融资网络，由区块链技术提供支持，使多方银行、企业和物流合作伙伴能够在单一平台上实时无缝、安全的协作。花旗是 Contour 的创始成员银行。星展银行参与新加坡金管局数字资产试点和 DeFi 服务。新加坡星展银行 DBS Bank 是最早入局数字资产领域的金融公司之一，在初期主要涉及数字资产交易、证券型代币发行、SO 和托管等服务。SO 虽说也属于将现实资产代币化，不过目的是用来筹款，受到的限制更多，比如可能仅在私有链上发行，受到严格的监管限制等。2020年8月份
星展集团宣布面向合格投资者、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推出数字交易所 DEX Digital Exchange， 为机构和合格投资者提供代币化交易和托管服务。2021年6月份，星展银行通过发行数字债券，启动了其首次证券型代币发行 ，SO 发行1135万美元的数字债券。2022年11月，星展银行表示已通过摩根大通基 Onyx 完成了固定收益产品交易，成为了使用该网络的首个亚洲银行。2022年11月份，新加坡金管局 MOS 上线数字资产试点和 DeFi 服务，其 Project Guardian 下的第一个行业试点下，星展银行、摩根大通和 Aspire Digital Asset Holdings 针对包括代币化资产的流动资金池进行了外汇和政府债券交易。淡马锡正在为代币化资产做准备。淡马锡在几年前就开始探索区块链技术和资产代币化的应用，不过尚未推出正式服务。值得一提的是，淡马锡去年在 FTX 崩盘事件中损失惨重。该公司在2021年10月至2022年1月期间共向 FTX US 投资约2.75亿美元，已于去年决定全部减记。2021年1月份，新加坡交易所 SGX 和淡马锡宣布成立合资企业 JV， 新合资企业专注于通过智能合约、分类账和代币化技术进行资本市场工作流程。2022年5月份，淡马锡区块链投资董事总经理 Pradipna Bukrevo 表示，未持有比特币，但正在为代币化资产做准备。汇丰银行正在探索资产代币化用例。汇丰银行在资产代币化的探索相对谨慎，目前在资产代币化方面涉及的范围也较为局限。2022年11月，汇丰银行宣布计划推出基于 DLT 的债券代币化平台 HSBC Orion。该解决方案能够实现数字债券和用于结算的货币的代币化，从而实现原子结算或交付与支付 DVP。不过，数字债券计划不涉及加密货币，而是使用许可的区块链基础设施。2023年1季度，欧洲投资银行与法国巴黎银行、汇丰银行和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合作，在私有区块链上发行了以英镑计价的数字债券，表示这笔5000万英镑6160万美元的浮动利率债券在私有区块链中注册。2023年，汇丰银行在一则招聘信息中为其全球私人银行和财富业务招聘产品总监，该职位将专注于资产代币化用例。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今年5月份启动的数码港元先导计划中，参与首轮试验的16家来自金融、支付和科技界的入选公司包括汇丰银行、富达。基金布局 Crypto， 对真实资产代币化或持观望态度。作为全球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富达 Fidelity 在2014年就开始在加密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且布局相对激进。2018年推出的富达数字资产 Fidelity Digital Asset 子公司，帮助机构采用数字资产，提供数字资产托管、交易以及资产管理服务。2022年又针对零售客户推出加密投资产品 Fidelity Crypto。值得一提的是，富达去年还计划允许投资者在他们的 401k 中开设比特币账户，不过之后因监管等问题受阻。不过，富达在真实资产代币化方面的布局和进展并不明显，似乎处于观望阶段。不过，随着真实资产代币化的发展，富达可能会在未来进一步拓展这一领域。新加坡交易所与新加坡金管局探索代币化资产结算。2018年11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OS 和新加坡交易所 SGX 开发了交付与支付 DVP 功能，用于跨不同区块链平台结算代币化资产。2020年，星展银行推出数字资产交易所时，新加坡交易所持有星展数字交易所10%的股份。2021年1月份，新加坡交易所和淡马锡宣布成立合资企业 JV Market Node， 新合资企业专注于通过智能合约、分类账和代币化技术进行资本市场工作流程。贝莱德正在探索股票和债券的代币化，资管行业龙头贝莱德在 Crypto 领域的布局也相对积极，如通过区块链 ETF 现货比特币私人信托，为比特币矿企 Core Scientific 提供1700万美元贷款，通过 Coinbase Prime 为其机构客户提供加密交易和托管服务等多方面来进军 Crypto 市场。在真实资产代币化方面，虽然贝莱德已明确公开正在该领域探索，
但当前并未有明显实质进展。2023年3月份，贝莱德首席执行官 Larry Fink 在致贝莱德股东的年度信函中表示，贝莱德将继续探索数字资产生态系统，尤其是与我们的客户最相关的领域，例如许可区块链和股票和债券的代币化。纽约梅隆银行代币化有能力彻底变革金融格局。纽约梅隆银行 Barney Mellon 在 crypto 和真实资产代币化领域方面也一直在积极探索和实践，并对真实资产代币化的应用前景持开放态度。该行不仅是 USDC 储备金主要托管方，也获纽约监管机构批准提供加密货币托管服务。2022年9月份，纽约梅隆银行官网发布代币化兴起报告，认为代币化有能力彻底变革金融格局，从根本上改变投资的管理、使用和货币化方式。今年5月份，纽约梅隆银行表示，该行目前正在推进涉及分布式账本技术、代币化和数字现金的举措，包括为数字资产提供托管、清算服务，以及实现证券代币化等新的用例等。瑞银集团在代币化资产方面已有实质性进展。作为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的跨国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公司，瑞银集团在代币化资产方面已有实质性进展。2019年10月，据 FINEWS.com 报道，瑞银集团正在寻求对其证券部门的资产进行代币化，包括债务、结构性产品和实物黄金。2021年5月份，瑞银集团已经为100多家机构客户提供了一个试点计划，以代币化实物资产。该项目在以太坊平台上运行。2022年11月，瑞银集团宣布上市首支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债券，该3年期债券价值约3.7亿美元，票面利率为 2.33%。该债券将在 Six Digital Exchange 基于区块链的平台上发行，并在 SDX 和 Six Swiss Exchange 进行交易。2022年12月份，瑞银伦敦分行在以太坊上向香港和新加坡的高净值个人和家族办公室发行了5000万美元的代币化债务证券。桑坦德银行测试债券、农产品、二手车和房地产代币化。2019年9月份，桑坦德银行宣布在以太坊上发行首个端到端区块链债券，价值2000万美元。2022年3月份，西班牙跨国银行桑坦德银行与阿根廷农产品代币化平台 AgroToken 合作，已向阿根廷农民提供以代币化商品为抵押的贷款。新代抵押品是基于 AgroToken 推出的大豆、soya 玉米、Cora 和小麦。V 代币。2022年10月份，桑坦德巴西开始测试二手车和房地产转让的代币化系统。2023年1月，欧盟委员会和德国银行协会共同发起了一项关于代币化重要性的倡议。桑坦德银行等来自私营、工业、金融和数字行业的20多家知名合作伙伴参与。德意志银行在 Memento 区块链上推出代币化基金。2021年5月份，德意志银行新加坡证券服务公司和 #SaxSax 宣布完成概念验证 POC， 称为 Project Benja。这是一个将 DLT 用于数字资产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的 Bond in a Box 概念验证。德意志银行表示，该 POC 使其能够评估代币化资产的实际处理，以及他们在新加坡和其他市场商业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2023年2月份，德意志银行在 Memento 区块链上推出代币化基金。法国兴业银行参与弱代币化 DeFi。法国兴业银行在数字资产领域的布局也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并且是为数不多参与 DeFi 的金融公司之一。2019年4月份，法国兴业银行子公司法国兴业银行 SFH 在以太坊上发行1亿欧元的担保债券。2020年5月份，法国兴业银行 SFH 发行了4000万欧元的担保债券，作为直接在公共区块链上注册的证券代币。2021年4月份，法国兴业银行在 Tezos 公共区块链上结构性产品。2022年8月份， MakerDAO 同意向法国兴业银行子数字资产公司 SG Forge 提供高达3000万美元的贷款。今年1月份，SG Forge 提取了第一批700万美元的代稳定币作为贷款的一部分。2023年4月份，法国兴业银行子公司 SG Forge 针对机构客户推出与欧元挂钩的稳定币 EURCoin Vertible。EURC 稳定币仅适用于法国兴业银行通过其 KYC 和 AML 程序加入的机构投资者。Hamilton Lane 通过代币化基金和建立合作关系来提供代币化访问机会。Hamilton Lane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私募市场投资管理公司。
通过与基于区块链的金融服务公司合作，来为客户降低投资门槛，提供代币化访问机会。2022年3月份 ，Hamilton Lane 与数字证券交易所 X 合作，对 Hamilton Lane Global Private Assets Fund 提供代币化访问机会。2022年10月份 ，Hamilton Lane 和数字资产证券公司 Securitize 建立合作关系，旨在通过代币化扩大投资者对 Hamilton Lane 基金的访问。2022年10月份 ，Hamilton Lane 与区块链金融服务公司 Figure 准备合作，推出以私募市场为重点的区块链衍生注册投资基金。该基金使用 Figure 的数字基金服务 DFS 平台，将基金份额所有权记录数字化在 Provenance Blockchain 上。2023年1月份 ，Hamilton Lane 开设一支代币化基金，该代币化基金的投资最低额度已从500万美元降至2万美元，并部署在 Polygon 上。道富银行创建一系列代币化解决方案。道富银行是一家领先的机构投资者金融服务提供商之一。截至2023年3月31日，托管资产达37.6万亿美元，管理资产达3.6万亿美元。美国道富银行 Safe Street 推出的名为 Safe Street Digital 的数字资产服务平台，提供一系列托管、基金管理、抵押品管理、代币化和支付工具。2022年8月份，道富银行表示，在代币化方面看到了重大机遇，致力于在2023年将资金和私人资产代币化，以提高客户的效率和可访问性。道富银行还投资了基于区块链的金融和监管技术公司 Securrency， 并创建了一系列代币化解决方案，包括1、与资产管理公司一起代币化基金份额的概念证明；2、自动化外汇无本金交割远期的场外交易生命周期；3、在 Safe Street Alpha 上进行数字化交易处理，提供汇总数据、分析和实时见解。中国国内银行布局。近几年来，中国几大行也在供应链金融、贸易融资、支付等领域采用区块链技术，发布了比如区块链贸易金融平台、资产证券化平台、互联网电商融资系统等的相关平台，更多的是用来数字化转型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2017年8月份，中国农业银行上线了基于区块链的涉农互联网电商融资系统。2018年，建设银行试水区块链加金融，完成了 BigTrade 区块链贸易金融平台搭建。随后于2019年发布 BigTrade 2.0 区块链贸易金融平台。该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应用，实现国内信用证、付费亭、国际保理等贸易金融业务交易信息的传递、债权的确认及单据的转让全电子化流程，弥补相关系统平台缺失，规避非加密传输可能造成的风险，提高业务处理效率。2018年6月份，交通银行正式上线投行全流程区块链资产证券化平台聚财链，通过为交行、交银国信等集团内部机构及普华永道、中轮、中债资信、中诚信等中介机构部署区块链节点，实现了资产证券化项目信息与资产信息的双上链，同步实现基于智能合约的跨机构尽职调查的流程化，全面重塑投行资产证券化业务操作流程。2019年12月份，中国银行在境内完成2019年第一期200亿元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发行定价，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在本次发行中，中国银行同步使用了自主研发的区块链债券发行系统，该系统以区块链网络为底层平台，支持债券发行过程中关键信息和文件的链上交互和存证。2020年8月份，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联合5大行，共建中国贸易金融跨行交易区块链平台 TFU 平台。2021年1月份，中国工商银行自主研发的公银洗链区块链平台，通过国家工信部5项可信区块链技术测评。2021年3月份，浦发银行作为联席主承销商，联合中央结算公司首次运用区块链技术，支持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发行20亿元二级资本债。2021年6月份，招商银行上线区块链门户网站一链通。招行已探索的区块链应用场景包括供应链、电子票据、资金结算、跨境金融、多方协作、合同存证等。尽管当前 DeFi 和 Web3 市场与传统金融市场的体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 RUA 代币化有希望为 Web3 引入下一个万亿美元级别的市场。不过，当前将资产代币化涉足 DeFi 中抵押借贷、信贷、可组合性等属性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
也面临流动性差、流动性割裂、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等挑战。除此之外，来自监管机构的更多清晰度、相关标准的相对一致性等，对于刺激瑞尔代币化的增长也至关重要。感觉有帮助，感谢订阅，点亮小铃铛，谢谢观看，下期再见。